今天是2025年11月16号，乌克兰抵抗侵略的第1361天。昨天，俄罗斯全域战损人员1000人。俄军为夺取红军城战略重地，投入了5万精兵。11月15号凌晨4点，乌军发起总攻，8架 F-16战机编队呼啸升空，精准摧毁了3座雷达站和2处电子战阵地，瞬间撕开俄军的防空网。随后 F-16和米格29战机协同，对红军城南郊的俄军温压火箭炮阵地和城北铁路补给线实施饱和式打击，同时无人机蜂群负责清剿残余火力。14时，突破俄军防御的核心阵地，将包围圈压缩至城北3000米的区域。库皮扬斯克方向乌克兰特种部队和第3亚速突击旅精密配合，采取竹楼清剿加破袭补给线的战术，于15号上午收复了库里利夫卡据点，并在城西持续攻击俄军的后勤通道。突入城内的俄军被压缩至东部街区。在哈尔科夫战线，乌克兰第92机械化旅沿着奥斯基尔河东岸推进，下午3点收复了彼得帕里夫卡，将俄军逼退至哈尔科夫市50千米之外，有效缓解了这座工业重镇的防御压力。苏梅方向俄军试图突破乌军防线，但乌军凭借预设的战壕和海马斯火箭炮精准的打击，在15号中午击溃俄军第3摩托化步兵师先头部队，收复苏梅以北的沃洛涅日公路沿线3个村落，摧毁俄军12辆坦克和8辆装甲车。扎波罗热战场，乌军米格29战机成功命中俄军关键公路桥梁，切断了古利亚伊波列方向俄军的补给线，同时挫败了俄军渗透入城的企图，稳固了扎波罗热核电站周边的防御态势。15号夜间，乌克兰国防军情报总局的特工炸毁了索斯洛夫卡附近的西伯利亚铁路，切断了俄军从朝鲜获取武器弹药的关键通道。库尔斯克战场，俄军为死守这座乌克兰中部的战略枢纽，集结了30多个战斗部队的庞大兵力，第106空降师、第11空突旅等王牌部队部署在列别焦夫卡方向，第155海军步兵旅、第810海军陆战旅扼守在小洛克尼西亚以西阵地，车臣的阿赫马特特种部队和第78步兵团坐镇马丁诺夫卡以南构建纵深防御。乌军15个主战旅等部队形成了中央突破加2翼包抄的战术布局。11月15号凌晨3点，库尔斯克总攻正式打响。乌军先以星链系统联动无人机蜂群，对俄军第106空降师阵地全域侦察定位。随后 F-16战机从第聂伯罗基地起飞，超低空突袭俄军防空网，精准轰炸雷达站，同时引导海马斯火箭炮对俄军155旅集结点实施了5分钟的饱和式打击，瞬间撕开俄军5000米宽的防线缺口。第79空突旅沿着 M2 公路向切尔沃纳推进，利用无人机清剿和装甲集群突击的突击战术，于上午9点攻克该地核心阵地，全歼俄军近卫坦克纵队一部，摧毁30辆装甲车。战至中午12时，乌军第32旅突破了马丁诺夫卡以北的防线，将车臣阿赫马特部队击溃至城郊3000米区域战线，整体向南推进8000米。布良斯克战线，乌军依托森林地形设伏，利用无人机引导反坦克导弹，于下午2点击退俄第83空突旅的渗透分队，挫败了其向苏梅方向迂回的企图。赫尔松战场上午11点，乌军海马斯火箭炮精准打击了第聂伯河沿岸俄军3座浮桥和后勤仓库，切断俄军补给线。同时，乌军第25旅沿河推进，收复赫尔松西郊新卡霍夫卡部分街区，将俄军逼退至第聂伯河东岸。欧盟最新对乌援助法案已经确定包含捷达姆精确制导炸弹和 F-16战机的配件。柏林通过了2026年援乌的预算计划，115亿欧元的援助即将到账。意大利对乌援助德新法案也基本敲定，即便存在内部争议，但仍坚定支持乌克兰。泽连斯基称正在持续加强空军建设，并透露将和法国达成一项历史性的协议。和平的曙光正在这片土地缓缓升起，荣耀属于乌克兰，正义必将战胜侵略。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大家有什么观点和看法，欢迎打在评论区留言讨论。感谢您的观看，我们下期再见。